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和老公在19年底第一次去他老家时，怀孕8个月，可是因为疫情原因，我们无法及时回到城里，眼看着已经快要到预产期了，村子还是封锁状态，我们只能商量好，在要发动的时候打120去医院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羊水都破了，婆婆却不让我打120，她说让我等等，明天是她让人算好的良辰吉日，到时候再生。我不理解，生孩子的时间还能自己选吗？羊水都破了，还让我在家里等着，至少得把我带医院去吧。我和他们讲道理，可是无论我怎么求婆婆，她都不理会我。她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阮心啊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和孩子好。当初我生彭宇就是特意算了日子的。你看看现在彭宇，从小就是我们村里最好的，是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，都是因为出生的日子时辰好。即使我都这样了，还要等吗？有什么能比人命重要吗？”眼看无法说服婆婆，我就立即去找老公彭宇。可是他竟然也和他妈妈一个说法。阮心，我妈既然那样说了，就有道理。生孩子这事她比你有经验，你听她的。我不敢相信，我是她的妻子，我肚子里怀着的是我们的孩子。现在已经21世纪了，就算她妈妈是上一代的有一些偏执的想法，可是她是正经毕业的大学生，已经工作3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不及时去医院的后果吗？于是我着急说，我也想孩子今后能成才，可是得先保证孩子的安全。我恳求他们，可是彭宇和婆婆还是不同意。我已经很急了，于是就要自己拿手机打120，但他们竟然把手机给收了，把所有能够联系外界的东西都藏起来，还把院子锁起来，防止我逃跑。妈，彭宇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。阮心，你就老实等着吧。婆婆开口道：“我不会害你的。”我只是看着彭宇，可是他并没有应声。我无法忍受，手机拿不到，我就直接往外面走。我不能因为他们的几句话就坐以待毙，可是他却堵住了门。彭宇，我红着眼叫他的名字。阮心，听我妈的。他却只是皱着眉头看着我，我无法形容那个感觉，只觉得心痛到几乎窒息。让开！我忍住心里的痛，命令道。可是他并没有要动弹的意思，我伸手就推他，要去开门。可是下一刻，他扣住了我的手，放开！我说，他没有松手，我要甩开他，硬是要出去，他却把我往里拉。我忍无可忍，扯开嗓子大叫：“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呀！”可才刚叫了2声，嘴巴就被婆婆捂住了。我用力挣扎无门，她静静站立在旁一声不吭。我被婆婆捉住了，她拿了绳子把我的手反绑在身后，拿了胶带把我的嘴贴上，还一副为我好的样子，说：“阮心，我这都是为了你，你忍一忍。生孩子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，当初我生彭宇生了1天呢，等到正时辰了，我们再带你去，来得及的。”我眼睛都红了，我死死看着门口站着的彭宇，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对我。可是他只是淡淡的扫了我一眼，就跟我婆婆一起往外面走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没过多久，肚子就开始阵阵收缩着疼痛了，我只能自己顺气，然后试图自己生，可是根本生不出来，甚至我在用力，疼得要死的时候，还听到外面手机外放的嬉笑声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都冷了，眼泪忍不住的流。我最亲爱的人，曾经说过会爱我一辈子，宠我一辈子的男人，现在竟然为了一个可笑的及时，把我和孩子的性命安危弃之不顾。
我对于她而言，到底算什么？我是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被送去医院的，那时候我已经迷迷糊糊的，没有什么意识了，只记得天灰蒙蒙的，并不是打的120，而是去的村头乡镇医院，送去就直接抢救。等到我醒来时，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后了，孩子已经被活活闷死在肚子里了，我也差点没抢救过来。我怀胎10月的孩子死了，我沉浸在身体心理双重伤害中，无法抽身。可此时，婆婆却一改之前的模样，站在病床旁指着我数落：“你个没福气的，孩子都生不好，让你闹让你闹，真是个不争气的。”我哭了，我的孩子本来是可以好好活着的，现在却因为人为原因活活闷死在肚子里，我和孩子差点一尸两命。婆婆却怪我不争气。我看向彭宇，我要他给我一个说法，可是他也只扔下3个字：不争气。我曾以为的依靠，曾以为可以一生一世托付的人，此刻却只扔给了我这冰冷的3个字。那一刻我心如死灰，我要离婚。我说：“阮心，你不要闹了。”彭宇不耐烦说：“我还没追究你没把孩子生下来，你闹什么离婚？”窗外的天阴的可怕，病房里是消毒水的味道，到处惨白一片，就像是此刻我的心。看着他，我的眼泪不断往下掉。我忽然发现，相识多年，直到这一刻，直到牺牲了孩子性命，我才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我身心俱疲，不想再继续这段婚姻，坚持要离婚，还让他们把我手机还我。我要打电话让我爸妈来接我回去。你休想！婆婆却在这个时候说：“都嫁入我们彭家了，还想走？”婆婆指着我说：“当初娶你，我们费了多少钱，你就想走？我把钱还给你。”我说：“当初因为彭宇家境不好，所以彩礼我只是意思意思要一下，9999，图个吉利。我1个月薪水都不止这些，而且我还带了1辆车子当陪嫁。”彭宇家本就没什么积蓄，所以后来办酒什么的，大部分也是我家给的。因为爱，所以我不计较；因为认定他，相信他，所以以为我们之间不应分彼此。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娶我花钱。行，你们城里人有钱大气。婆婆阴阳怪气道：“你有本事就去离呀！现在民政局都不开门，我看你怎么离。”我愣住了。的确，现在全国封锁，除非必要部门，不会开门。离婚也得等上班才行。我看向彭宇，希望他能和我好聚好散，就算是为着曾经的感情，也留给我最后一分体面吧。可是他却也一脸不同意地看着我。很明显，他认为他妈妈说的对。我的心更冷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于是我说我要回家。婆婆只冷笑。最后我被他们扭送回彭宇他们家了。在我才清醒没多久的时候，因为婆婆无数会说在医院躺着费钱，我大喊大叫，想要让乡镇诊所的人救救我。可是下一刻，彭宇就捂住了我的嘴。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嫌弃，我无法反抗，也反抗不了，只能被他们连拉带扯地带回他家。家门反锁，我被扔在床上，反锁在房间里。我不敢相信，他们竟然做到这个地步，事已至此还要把我关在这里。他们要干什么？看着白苍苍的天花板，我哭着抱紧自己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他们对我爱理不理，甚至可以说是任由我自生自灭。家门反锁，所有窗户上都有钢筋防盗网，钥匙和所有通讯工具都被收走藏起来了。我被困在了这里。此刻的他们终于脱去了伪善的面具，露出真面目来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对外呼救，可是一叫，婆婆就进来把我绑起来，把嘴贴上，一绑就是一整天。
可是这并不是结束，在我出院1星期以后，有一天晚上，彭宇过来了，他脱了衣裳就要和我发生关系。孩子没了，我的身体也没有恢复，最主要的是我现在已经看透他们了，只想离婚。我怎么可能同意？我哭了，我拼了命的抗拒，我求他放过我，求他看在我们曾经相爱几年的份上放过我。可是他没有，他强迫了我。在我刚刚失去孩子1个星期的时候，整个过程，我看着他家粗粝的天花板，生不如死。事后他把我扔在房间里，我听到了门外的他和吴淑慧恶鬼一般的对话。吴淑慧说：“怎么样，事成了吗？”彭宇说：“妈，你放心吧。”吴淑慧说：“你可得加紧了，封锁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，你得在解封之前让他再怀上，这样他有了孩子就跑不了了。你看看村委那李老四，之前也是娶不到老婆，后来买了个老婆，那女的一开始也是反抗，后来还不是老老实实的。阮馨可是我们彭家花钱娶来的，不能让她跑了。”彭宇说：“妈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让她跑的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不，他们不是人，是恶鬼。”那一刻，我躺在凌乱的床上，双手死死揪住床单，无声泪流，心里只剩下了恨。我好恨，恨我之前没有擦亮眼睛看清楚他们到底是人是鬼。我一定要想办法逃脱，我要和彭宇离婚，我要报警让他们牢底坐穿。可是那时的我没有任何办法，连想走出房门都是奢望。后来的1个星期，我都被他们这样反复折磨。我们彻底撕破了脸，他们的恶意暴露无遗。撑不住的时候，好几次我甚至想着，或许死了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而且我也付出行动了，可是却被彭宇发现了。他们把我狠狠打了一顿，并且继续绑着我。1个星期后的某一天，彭宇又过来和我发生关系。事后他躺在我身边，我等到他睡着，等到深更半夜，听着外面也没有婆婆的声音以后，我就着月光悄悄爬起来。我轻手轻脚的出来，先是去尝试开门，可大门反锁了。然后我摸黑在家里找钥匙，找手机，我不敢开灯，甚至呼吸都放缓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我找了很久，我甚至偷偷摸到了吴淑慧的房间，她睡得很死，还在打着鼾，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的鼾声。我就在这鼾声的遮掩里寻找，屋头、衣柜、床底下，我在各个地方试图找到他们藏东西的地方，因为这可能是我逃脱的唯一途径。我找了很久，最后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他床头柜子上了一把锁，那极大可能是藏东西的地方。我扫了吴淑慧一眼，她还在打着鼾，睡得很熟，那张熟睡的脸看着我都恶心。我凑近柜子仔细看了那个锁一眼，然后开始找钥匙。吴淑慧就躺在床上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咚咚咚作响。我极力控制呼吸，害怕这声音把她给吵醒了。我在她房间里翻东西，避免不了的发出各种细碎的声音，每一次我都心惊肉跳。可是最后所有地方都翻了，就是没有看到钥匙的踪影。最后我看向床上的吴淑慧，我仔细看她，或许那么重要的东西她会放在身上，可是看着她，我却忽然有了一股莫名的冲动。我想杀了她，不仅仅是她，还有我房间里的彭宇，把他们2个恶鬼给杀了。我去把刚刚翻找时发现的小刀给拿在手里，只要我捅了他们，我就解脱了。我举起手里的刀，这些日子以来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历在目，我的手都在抖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月光透过窗户打下来，就在我举起手里的刀几乎动手时，一个反光闪过，我看了过去，他枕头的边缘露出来了一个小小的金属块。
我仔细一看，是钥匙的边缘。我的手一松，刀几乎掉下来。我立即稳住自己的手，看着还在睡觉的吴淑慧，我抿紧了唇，然后看看自己还在抖的双手，恨自己不敢杀人。我全身抖个不停，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，冷飕飕的。我深呼吸，让自己稍微冷静，把刀放一边，然后凑近吴淑慧，伸手摸向她的枕头。她的脸近在咫尺，我甚至可以看得到她脸上的斑。我小心翼翼，一点一点地挪动，然后碰到了钥匙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刚刚一直打鼾的吴淑慧卡了一下，她的鼾声忽然一停，我的心快速跳动，几乎蹦了出来，直愣愣地待在原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脑袋里闪过了无数念头，无数个怎么办？他醒了，然后看到我在偷钥匙，然后呢？他和彭宇又要怎么样对我？我心急如焚，可是他只是咂巴咂巴嘴，然后翻了个身，就继续睡觉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握紧有些脱力的手，把钥匙拿了出来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来到床头柜子那边，把钥匙往里一塞。正好，我心中惊喜不已，然后打开了床头柜。就在我以为我要成功了的时候，忽然呜哇呜哇呜哇，一阵鸣笛声传来。你在干什么？吴淑慧的声音传来。这个柜子装了警报，我都已经看到了柜子里的手机和钥匙了。我伸手就要去拿，想抢先一步拿了手机报警。实际上我也拿到了手机了，可是手机是关机的，开机需要时间。平常对于我而言，只是一会儿的开机时长，在这一刻竟然成为摧毁我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被婆婆捉住了，我想要跑，可是她一下子就打我，我死死握着手机不放手。她不断打我，我伸手去摸之前的那把小刀，我管不了了，我要活着，我要杀了她。可就在我举起手里的刀的时候，一记闷棍把我打倒在地。我在失去意识前看到了彭宇凶神恶煞的脸。我被打了一顿，然后又被彭宇强迫了一次，被绑起来反锁在房间里。他们骂骂咧咧的，具体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了。我悔，我恨，一开始我就应该直接捅了他们。虽然我也清楚，除非我能一下子同时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杀了，否则我在捅了其中一个以后，另外一个都会被尖叫声弄醒，我还是会被捉住，我一样无法逃脱。如果那个时候我自杀，或许还能了结自己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哭着笑着，原来有的时候，活着能比死了更痛苦。这一次我被绑了3天3夜，手脚都麻了。彭宇除了在办事的时候会过来，还有为了让我活下去塞给我一些吃的以外，其他时候都任由我自生自灭。第3天他们放开我时，我的手脚几乎没有知觉了。彭宇过来办了事以后，我整个人瘫在床上，动弹不得，甚至我还失禁了，尿了彭宇一身。我出去买吃的，你看着他。吴淑慧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好，彭宇应，并且嫌弃地从我身上起来。我听到一阵开门关门的声响，再然后就是浴室那边哗哗的水声。我用尽全力起来，随便套了一身衣裳，摇摇晃晃出来。彭宇在浴室洗澡，我狠咬着牙来到大门这边，竟然没有反锁。我悄悄打开门，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吴淑慧已经离开了。外面的院子门是关的，应该是被锁住了，但是院子的墙费点劲，应该可以翻出去。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不顾一切地开了门往外跑。先是来到了外面门这边，的确被反锁了，然后就开始爬墙。软心，就在我刚刚爬上墙的时候，彭宇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。我不管了，直接从墙头上跳出去。你给我回来！彭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可是我怎么可能回？
我不顾一切地往外面跑。我听到后面他打开门追过来的声音，还有他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救命啊！”我一边跑一边大叫：“彭宇和吴淑慧要杀了我！救命啊！”我一边跑一边使出了全身力气大叫。可是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里，都没有出来。我在跑的时候看到有人站在院子里往外看。没事，我和阮欣吵架了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他孩子没了。现在神志有些不清楚。彭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我的孩子是他们杀的！”我忍无可忍，大叫：“救救我！他们杀了我的孩子，还想杀了我！”可是没有人来救我。我看到了院子里他们的眼神，他们估计都觉得我是真的疯了。我用尽所有力气跑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跑过彭宇。我被绑了3天3夜，手脚麻木，怎么可能轻易逃脱？我被彭宇擒住了，他捂住我的嘴，一边把我院子里拖，一边对其他人说道：“阮欣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杀了他？”他接受不了现实，有些疯了。于是我就被这样再一次带了回去，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没有了。吴淑慧回来以后，和彭宇一起对着我一顿打，甚至他们觉得太不听话了，已经这样闹了2次了，要对我采取极端措施。于是他们拿了之前家里拴狗的绳子，把我给绑住，又把我手脚绑住，然后拴在了房里。他们这次没有捂我的嘴，我也没有再叫，因为我知道没有用。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以为我因为没了孩子所以疯了，否则之前就会有人救我，甚至是打个电话报警，这个时候也应该有动静了。可是没有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哭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没有过来找我。之前乡镇医院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，加上村子里其实一层一层的，我就算跑得出去这一扇门，可是还有一个村。彭宇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吴淑慧更是大半辈子在村子里，村子里的人肯定更向着他们，更别提村子已经封锁了。就算是逃出了村子，这里距离镇上也有好远，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人出门的时候，我又能逃到哪里去？我要怎么办？我想要离开这里，就算是死了也好，总比这样遭受折磨好。他们这次是气得很了，不管我有没有闹，他们一不顺心了就打骂我，虐待我。彭宇更是别提，为了让我怀上孩子，更是对我极尽折磨。我有时候真想着，如果真的疯了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或许会好一些吧。可是我还是清醒的，于是我开始策划，我开始假装听话，假装认命。我保证自己不会跑了，表现得呆呆傻傻的样子。或许我本来就几乎呆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拴着我。直到1个星期以后，他们似乎看着我真的没有反抗了，也没有乱叫了，这才没有继续拴着我。只不过大门还是反锁，通讯工具也没有给我。他们放开了我之后，我也没有继续反抗，只是沉默地做事情，表现出来很乖顺，似乎已经认命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信，我估计他们也不信，并且之后也不会让我出门。我继续默不作声，然后又过去了1星期以后，有一天，我蹲在桌下吃饭的时候，当着他们的面假装干呕了一下。他们看向我，我看看我的肚子，我是不是有了？我说，然后又捂住了嘴，假装要吐。我看到彭宇和吴淑慧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我就开始哭。这些日子，为了让我怀上，彭宇一天不拉的来折腾我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计较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假装，他们很有可能会信，就算是不信，那也没关系。我可以说，可能就是反胃而已。我的计划已经开始了。我哭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彭宇，妈，
我知道错了，我之后再也不会跑了。他们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我可能又有了，我不想挨打了。有了孩子，我也舍不得走。我会乖乖听话的。我一边哭一边偷看他们，他们还是不相信的样子。我哭着说：我知道你们不信我。婚前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那套房，我可以签字赠与你们，放在你们名下。孩子有了，房子也给他们了，他们应该会相信了吧？果然，他们点点头，说可以，让我现在就写合同签字。我哭着同意，看着彭宇把合同写好了，然后递给我。这里的地址不对，得是详细地址，什么路多少号？我指着地址说道。彭宇点点头，说：那你自己写吧。我说我记不清了，让他拿我手机来查一下。他们立即警惕起来。你们拿着我的手机翻出来，好吗？我不碰。我哭着说。他们这才觉得可以，去把手机翻出来。这是我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见到我的手机，他们都在观察我。我让自己忍耐住，这一次一定要一次逃脱，否则不会有下一次的机会。我告诉彭宇，让他翻找我和我妈的对话框，找到了我给我妈的拍照，点开那个图，让他放大，然后再在合同上写了地址。我故意表现得很听话，并且签了字，还特意写清楚了当天日期。彭宇给我递了一个印泥，我看了他一眼，看到了他眼底的警惕，我心里冷笑，但是还是按了手印。吴淑慧立即把那张合同给拿走，仔细地收好。我看着他们这样子，只觉得讽刺至极。那套房子是我大学刚毕业，我爸妈就给我买的，虽然很小，但是现在过去了3年，增值了不少，也值好几百万。婚前彭宇就知道我有这套房子，那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。可是现在，我看了看他，他的眼里也有着激动。还好我的心早就冷了，所以也不会觉得受伤。我说，房产证放在我妈那里，你给她发个消息，说我打算把那套房子放你们名下，这个得她配合。刚刚我看到手机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天他们一直拿我手机给我妈拍摄我的照片，说我带孩子太累了，所以睡着了。我妈问过好几次，可是他们都搪塞过去了。我估计我妈也很着急，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能够仅仅通过一个怀疑就能突破重围过来。再者，她估计也不确定我到底怎么样了，毕竟我看他们还有过视频，估计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的。你说让他把我放在家里抽屉的房产证找一找，等到封锁结束了，就去办理手续。我对彭宇说，彭宇拿着我的手机编辑信息发过去了。我很满意，因为房产证根本不在我妈手里，更何况关于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，之前我和我爸妈也有过共识，我和彭宇好好的，那么这个房子租出去，所有的租金还是用在我和彭宇的小家庭里，我是不可能给他们的。所以现在我要脱手，无论是给谁，就代表我和彭宇之间出现了问题。这是我给我妈的暗示。不一会儿，我妈就发消息过来了，问我怎么样了。她没有打电话，只是发的文字。我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的暗示，但是这个情况我不能说太多，于是只是随便彭宇回。我没有去理会那个手机，而是坐在一边发呆，直到他们把手机重新锁起来了，我也没有动作。我从眼角的余光里看到他们对视了一眼，我明白，他们这是稍微信任我一些了。可是我知道，现在并不是安全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肚子里是否真的有孩子。吴淑慧要出去买菜了，还说顺便给我带验孕棒回来确认一下。妈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我说，我想去医院看看，之前我的身体不好，不知道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，而且抽血化验是最准的，
验孕棒不一定准，我已经签字了，不会跑的。我也想调理一下身体。我说，你如果实在不信我，可以让彭宇一起去。他们这才同意。于是我们3个人一起往乡镇医院那边去。乡镇医院是在村头，他们一路把我夹在中间去的。我上次就看到了，因为是乡镇医院，本身就没有几个人，加上特殊原因，来上班的更是不剩几个。特别是妇产科的那个医生是上一次给我治疗的医生，一个女医生。她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神很复杂。我们对她说明了来意以后，她点点头，给我抽了血，说化验需要一定的时间，现在回去也没什么事。妈，我们在这里等等吧，等结果出来。我对吴淑慧说，她点点头，现在这里也没什么人。于是我在彭宇和吴淑慧的注视下，在诊室里问医生：“医生，我之前才流产，现在这么快怀上孩子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”我坐在椅子上，彭宇和吴淑慧一个人坐在我身后，一个人站在门边，我的所有退路都被堵住了。医生看了我一眼，说了一些注意事项。我点点头，继续问他相关的事情。等到说了一会儿以后，我用余光扫了彭宇和吴淑慧，发现他们没有那么警惕了。于是我开始对医生使眼色，并且用撑住一边身子，挡住彭宇的视线，在桌面上不断的写，就我一遍一遍的写。医生的脸色都变了，我知道他明白了，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，只是和我唠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在这里等着。医生说，然后走出诊室，打开了对面诊室的门。我看了过去，发现那边桌面上有个电话，窗户上还有防盗窗，我也就看了一眼，就没再看了。不过一会儿，医生回来了，我又扫了一眼，发现对面诊室的门没有关，只是虚掩着。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继续和我唠嗑。可是我已经明白了，他毕竟是这边的人，而且这里也是村头的乡镇诊所，他的根还在这里。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绑在一起的，如果光明正大地帮我，之后他就别想好过了。而且这些天我也看清楚了，村子里的人未必都觉得是我疯了，也未必不知道我和彭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他们都没有来帮我，甚至都没有帮我给外界打一个电话。一方面或许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另外一方面或许也是因为生在这个环境迫不得已，于是只能假装不知道，否则下一次遭殃的便是他们。但是眼前的医生还是心软善良的，所以给我留了个门。时间飞快流逝，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又有新病人来了。医生让我们出去等，毕竟我们一直站着这里也不是一回事。这个时候还在外面走动的，基本上都是有重要事情的人，就比如孕妇。我就跟着吴淑慧和彭宇一起往外面走。或许是看着我最近安分了不少，加上我已经签字按手印把房子给他们了，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警惕了。我一步一步往外面走，眼看着就要路过那个诊室了，我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沸腾起来。吴淑慧走在我前面，彭宇走在我的身后，他们是把我夹中间的。我极力压抑着自己，好让自己看起来和之前好似没有两样，似乎是已经认命，为的就是等待那一刻。我只有一次机会，随着诊室一步步靠近，我更是进一步压抑自己。最后在路过诊室的时候，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一把就将彭宇给推一边去。彭宇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忽然发作，所以被我推得倒退好几步，而站我前面的吴淑慧也没有反应过来。而我趁着这当口，快速跑进诊室里，并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软心，彭宇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在外面不断捶门。
可是我不管，我直接把门反锁，并且把一边的桌子椅子全都往这边拖。桌子很重，而我这些天被虐待得遍体鳞伤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力气。可是这个当口，我使出了吃奶的劲也要顶住。人在危急关头总是会爆发出无限能量。我用尽全力把他们拖过来，顶在了门上。他们开始不断撞门，而我则是拿了电话，立即报警。嘟嘟的几声，似乎过去了1个世纪。在听到对方接通说明自己的身份时，我的心几乎跳出来。我快速告诉了他们我的地址和具体情况，让他们一定要救救我，并且我还特意说了，一定要让可靠的人来，不能是这个乡镇的人。我害怕这一次又像是上一次我逃跑时一样，没有人救我，或者是警察来了说是夫妻俩的事情和稀泥。所以我说，我受到了生命威胁，而我的确受到了生命威胁。快，他在里面打电话了，快把电话线切了，去拿刀把门劈开。吴淑慧尖锐叫道。砰砰砰的锤门声更响了，诊室的钥匙转动，应该是刚刚的那个医生去拿了钥匙过来开门了。可是就算是门锁打开了，门后面也有一大堆顶着的东西，我死死推着那些东西，不让他们进来。他们还在锤门，不过一会儿，刀劈的声音传来，彭宇去拿了刀过来劈门，怒骂声、撞门声、劈门声，无数的声音混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比的就是谁快了。我的心几乎跳出来了，眼看着门快要被劈开了，呜哇呜哇，一阵警笛声响起。救命啊！我是阮心，我在这里，有人要杀我，救命！我扯开嗓子大喊，干什么的？立即就有人控制住了彭宇他们，把刀放下。听到这声音，我知道自己得救了，我哭了。诊室的门打开了，门外是被控制住的彭宇和吴淑慧，旁边是穿着制服的警察，而彭宇和吴淑慧还在不断的挣扎。他们看着我的眼睛里一片血红，看起来无比愤怒，可是我却没有像是以前那样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终于能离开这里了。你是阮心吗？其中一个警察问道。我是，我哭着说，你爸妈很担心你。他继续说道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用力点头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妈在我之前就报了警，她看到我的消息以后，确认了我处于危险中，所以当即报警。她后来没有打电话过来，而是发文字，就是已经明白了，她害怕给我打电话会让我更危险。只是我爸妈离这边比较远，还在想办法赶过来。但是我已经很庆幸了，庆幸我还活着，庆幸我终于得救了。我被送去了大医院，检查、救治。我留了所有的病历和验伤报告，之前在村头医院里的所有就诊资料也在警察过去的第一时间提取了。我拥有所有的证据，还有身上所有伤痕检查记录，以及他们第一时间去到彭宇和吴淑慧的院子里，保留得到了一切的证据。我在医院治疗了很久，后来我检查了，没有怀孕。一方面是因为我身体虚弱，另外一方面，我想孩子也不愿意这样降生吧。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调理自己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。我爸妈一直陪着我，他们一直哭，可是我已经不想哭了，我只剩下了恨，深到骨髓的恨。我要让彭宇和吴淑慧付出代价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全国慢慢解封了。我起诉离婚，并且把彭宇和吴淑慧告上了法庭。虽然用了一段时间，但是证据确凿。我胜诉了，数罪并罚，要关上很久。那天我站在法庭上，看着被告席上他们满怀恨意，几乎要把我吞了的模样，心里满满的都是痛快。这件事情也就算是暂时了。可是我明白，
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好好活着。我读了很多书，去了很多地方，许多东西看得多了，就淡了。在旅途的归程，有一天，有人捧了一束玫瑰递到了我的面前，说他想和我在一起。他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却还是想和我在一起。他说他心疼我，他会对我好。我没有答应他，他说他会等，即便我说了我不会改变。我想这辈子，我或许始终还是要一个人，也或许今后我会好起来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生3胎那天，我羊水栓塞，横死在手术中。婆婆看到我的尸体后，一脸嫌弃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再次醒来，面对婆婆明里暗里的催生，女人就是用来传宗接代的。我甩手就给她绑定了一个生子系统，想生，那就让你生个够。死亡的那一刻，我的灵魂慢慢上浮，将产房外的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婆婆在得知我连人带娃一起丧命的时候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嘴一撇，拉着我老公就叨叨：“我早就和你说了，不要娶她，看面相就不是个有福气的。现在好了，自己死了就算了，害得我们陈家的孩子也没了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”我老公眼底里倒是闪现过一丝呆滞错愕，但很快就抓着医生在那边叫嚣：“我老婆没了，你们医生就没有责任吗？你们必须要赔偿。是了，他这种利欲熏心的人，怎么可能放过捞钱的大好时机？”姗姗到来的妈妈看着被推出来的我的尸体，身体瘫倒在地，不可置信地捂住嘴巴：“怎么就生个孩子，人就没了？”是啊，妈妈，您无数次地告诉我，一定要多生孩子，只要有了孩子，女人的人生才会有意义，晚年也不会凄苦。可现在我怕是等不到晚年了，还真是后悔啊！为了备孕，我无数次奔波在医院里，吃了数不胜数的药，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偏方，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可这些都换来了什么？这样的丈夫真的值得我牺牲自己的人生为他生儿育女吗？还真不甘心啊！如果人生能够再重来一次就好了，我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生子系统为您服务，将为您回到过去。我满脸恍惚地看着面前的爸妈，听着他们老生常谈，夫妻吵架，床头吵床尾和，有什么非得要闹着回娘家的？被街坊邻居看到，又要指指点点了。这句话我曾经听了无数次，也无数次屈服。可这一刻，委屈、怒火和死亡的恐惧让我控制不住的爆发，不争气的眼泪也随之流下。为什么别人的爸妈永远知道爱自己的孩子，而你们只会让我忍耐？许是被我拔高的语气吓到，妈妈重拍了几下胸膛，怒意满满的朝着我吼道：“要死啊！知道你妈高血压，还和我犟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不就是嘉宾打了你一下吗？让你多生个孩子怎么了？多子多福不好吗？做爸妈的会害你吗？还带着小小一起回来，丢人不丢人啦？小小。”我下意识就瞥见偷偷躲在角落里的女儿，她的眼神里满是恐慌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清醒地意识到，我好像真的回到过去了，回到了我第一次被家暴的时候。上一世，因为我不同意要二胎，和丈夫陈家斌吵闹的过程中，被他狠狠扇了一巴掌，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本以为爸妈会替我撑腰，结果他们只是让我忍耐，说有了孩子总不能离婚，到时候孩子多可怜呀。我刚开始愤怒，我为父母的态度心寒，但很快就在妈妈的层层道理中败下阵来，带着女儿灰溜溜的回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了忍耐，可没人会因为你的忍让而愧疚，更多的只是变本加厉。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退后，造成了我后来的苦难。
妈，我要和陈家斌离婚。这句话不仅是对爸妈的一个陈述，更多的是我的坚定。你疯了！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，爸爸更是气得脸都红了，大声责骂道：张小雅，你给我听着，你给我收回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我们张家就没有离婚的先例，你要敢离婚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打断我的腿。好啊，腿就在这里，你打断吧。本以为自己不会再难过，但面对生我养我的父母，听着他们说出这番话，哀莫大于心死，再合适不过。我曾经以为父母是自己最后的港湾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才是压死我的最后一块石头，比稻草沉重多了。爸爸显然没想到一向还算听话的我，这一次会这么固执，他气急败坏，顺手拿起旁边的撑衣杆朝我抽来。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离婚，除非我死了。孩子他爸，别冲动。小雅这是冲昏了头，胡说呢！张小雅，你快给我带着小小进房间好好反省，这种胡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妈妈一如既往地充当和事佬。啊，他们爱我吗？可能是爱的，但比不上他们的面子重要。我很想任性地带着小小离开，但是天大地大，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更何况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想弄清楚那个生子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居然能逆转时空带我回来。安抚好小小后，听着他细细的鼾声，我的心才宁静下来。系统，生子系统，我轻轻念着他的名字，一道透明的光亮忽地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若隐若现的字迹浮现在光幕上。能量殆尽，请宿主尽快生育。我们的宗旨就是多生、努力生、加油生。我揉了揉眼睛，确保自己没有看错，检测到宿主前世为了生孩子任劳任怨，符合系统宗旨，请宿主尽快生育，补充能量。我将确保宿主次次必中。惊雷滚滚，都道不尽我心中的无语。不等我解释，外面传来我妈兴高采烈的声音：小雅，快点出来，嘉宾和你婆婆来了。恨意翻涌而上，我瞬间就忘了所有的事情。我缓缓走了出去，看着我爸妈对着陈家斌和他妈笑脸相迎，他们母子俩也是一副笑意盈盈的样子，还真是其乐融融呢。小雅，快点过来，你看嘉宾多有诚意呀，还特地过来接你和小小，你就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。我妈见我站在门口，边说边把我推搡过来。我爸面露笑意的脸在瞥到我的一瞬间耷拉了下来，还不忘警告我，老实点跟着嘉宾回去。转头又是一个好好岳父的模样。嘉宾呀，以后他不听话，你就和我们说，我和他妈肯定好好教训他。这一刻，仿佛是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我的家人竟都在给他说好话，真是讽刺。陈家斌连声应道，摆出一副端正老实的模样，但他勾勒上扬的嘴角告诉我，他现在很得意。我的好婆婆也是慈祥模样，我也骂过我们家嘉宾了，怎么可以动手呢？我保证以后会更加好好对小雅。不过亲家母，你也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希望孩子好，小雅就生了小小一个孩子，以后老了，女儿毕竟要嫁出去的，难免照顾不到家里，我让她多生一个也是为她好。我冷笑一声，狐狸尾巴还是露了出来，之后多生几个孩子就是为他们陈家传宗接代，也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，只生了一个女儿的。我的妈妈听闻后连连赞同，亲家母，你说的对，当初要不是计划生育，我也不会只生小雅一个，女人还是要多生几个孩子，老了才没这么孤单。小雅呀，今天正好你爸妈也在场，我就多说一句，咱们女人啊，
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生孩子，养儿防老。这句话不错的呀。婆婆的吊梢眼随着咧嘴笑都要拉到天上了，这是吃准我了。爸妈，我想有件事情，你们应该忘记和他们说了。我不急不慢地抛出这句话，我妈立马知道我要做什么，赶紧就要过来阻止我。陈家斌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一句话把祥和的氛围直接打破。陈家斌勾着的嘴角凝垂在脸上，似要发怒，但很快克制，语气温柔地说道：“小雅，别生气了，之前的事情我知道错了。你要是不开心，你也打我2下。陈家斌，你别给我装了，你和你妈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我今天跟你回去，我明天就得生个10个8个孩子，为你们陈家开枝散叶。我话就放在这里，我不会生了，也不会跟你回去。小雅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你也不能拿婚姻开玩笑呀。离婚了，小小怎么办？她还这么小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婆婆知道哪句话能够动摇我，可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。李翠兰，我可以回去，但我们必须立个凭证，你们陈家不允许逼我生孩子，否则陈家斌就净身出户。我婆婆来不及指责我，直呼她大名。被我说的话气得破了功。张小雅，你别给我得寸进尺，你嫁到我们家就有权利为我们张家生孩子，你不生孩子，我们家斌娶你干嘛？还净身出户？我呸！你个在家吃白饭的，真是想得美。一向在我爸妈面前表现得温柔和蔼的婆婆，此刻就像泼妇一样。我面带希冀地看向爸妈，这下他们总该知道我的处境了吧？啪！一个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，疼，但心更疼。我的爸爸面露狰狞，刚抽打我的手还没来得及退去，就直直地指着我骂道：“你给我滚回去！再让我听到你说离婚2个字，我就打死你！”我妈着急地上前摸了摸我的脸，嘴里却也是掩不住的埋怨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？离婚了，你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人啊？”我婆婆见此更是嘚瑟：“亲家公，我看小雅就是被你们惯坏了。一个女人不生孩子，难道留着干吃饭吗？要是我再年轻几岁，还轮不到你们小雅给我们张家传宗接代呢。”忽然间，我的脑海闪现出一个念头：生子系统，我想你应该是绑错人了。前世真正想生孩子的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滋滋滋，系统检测中，检测到宿主生子意识极低，检测到此刻李翠兰生子意识强烈。我的心中不禁一喜，我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。系统，我想你现在需要什么能量，但是我根本给不了你。现在我根本不想生孩子，你跟着我也是在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换一个人。检测中，对象李翠兰，年龄46岁，身体状态良，绑定概率100%，低，宿主换绑成功。警告：系统发生故障，权限抽离，部分功能转移。我一时间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能默默在心底里嘀咕：高智能的东西也能出问题呀。张小雅女士。内心深处忽然传来一股严肃的声音，吓得我当场跳了起来，连带着对面的李翠兰都跳了脚。神经病呀！一惊一乍的。鉴于系统1111扭转时空，能量不足，经过系统管理层临时开会协商，暂由张小雅女士顶替系统操作权，请认真监督好宿主李翠兰的生育任务。我们的宗旨是多生，努力生，加油生。友情提示：系统现在的能量将在1年半后消失，系统1111没有能量将被摧毁，而你也将会消失在这个时空。
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能量恢复到60%，就能唤醒系统1111，你也将避免消失的风险。这个消息就如晴天霹雳，一下子敲击在我心上，让我不由得愣住了。张小雅，你在发什么呆？有没有听到我和你说话？李翠兰见我不理睬她，一整个爆炸。我妈见我呆愣愣的，也是急得推了我一把。小雅，你婆婆和你说话，不能这么没礼貌。我根本没注意，被我妈这么一推，整个人朝着李翠兰扑了过去。哎，不痛！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，却见李翠兰正被我正对正压着，两人大眼瞪小眼。李翠兰的脸憋得通红，气急败坏地叫喊：“张小雅，你快从我身上走开！陈家斌，你是死的呀！没见到你妈摔地上了？”我3下5除2就爬了起来，顺道拍了拍身上，真是晦气。李翠兰在陈家斌的搀扶下，弯着腰起身，嘴里哀嚎道：“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快快快！嘉宾，你快送我去医院看看，是不是扭伤了？张小雅，要是我出什么事情，我饶不了你。”李翠兰在门口的最后一刻还不忘回答，恶狠狠地警告我。此刻，我早就接受了刚才的警告，这世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上天既然能让我重来一回，多些磨难又怎么样呢？我打开屏幕，看着系统满格的能量矿里，只剩下最后的6%，上面提示生一个孩子能给返还30%的能量，每5%的能量能兑换一个符咒，类似于听话符、健康符等等。而轮转时空则需要60%的能量。乖乖，难怪这1111系统不行了。想到这我就有些不好意思，人家帮了我，现在还要面临被摧毁的危险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任务屏上赫然的几个大字：李翠兰的生育进度0%，我的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距离能量消失其实只有1半年了，李翠兰生孩子也要1年吧。为了系统1111，也为了自己不消失，看样子离婚的事情只得缓一缓了。没等我纠结太久，我就接到了来自李翠兰的强烈冲击：“张小雅，你个扫把星，把我腰都撞折了，快滚到医院来照顾我！不离婚不代表我要事事听他的，但他这身子现在可不能有事。”想到这，我立马跑到客厅，和我妈添油加醋起来。妈，李翠兰说你把她腰撞折了，让你过去照顾她。哪个医院？我回问电话里，李翠兰明显就被这一操作弄呆了，结结巴巴说出人民医院。我妈边埋怨边拉着我爸往外走。你这孩子说话没大没小的，什么李翠兰？那你是婆婆？没过多久，我妈就骂骂咧咧地开门回来。这个李翠兰多大人了，就一点点小擦伤，还把我们叫过去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当我带着小小吃饱喝足地回到陈家，家里瞬间闹声轰轰。张小雅，你也知道回来呀？还以为你多硬气，还不是要回到我们老陈家。刚才还躺在沙发上哀嚎的李翠兰猛地来了精神，麻溜地爬了起来，指着我骂。陈家斌也在旁应和：“张小雅，你快滚过来给我妈赔礼道歉，因为你，我妈现在腰还疼着，如果不是你做，非得闹这一出，我妈怎么会受伤？我也不发怒。现在李翠兰对我来说，也就是个让我活着的工具而已。陈家斌这玩意儿就更不用说，以后有的他吃苦的。”我假意笑道：“婆婆，瞧你说的，我这不是立马赶回来？过来，让我瞧瞧，伤得严重吗？”我上前掀开李翠兰的衣角，看了看，没青，摸了摸，不叫，挺好的。以防万一，为了让计划顺利进行，我用5%的能量
兑换了一张健康符，要想生孩子，母体一定要好。亲眼看着符咒进入到李翠兰的身体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好在顺利。李翠兰悬挂着的手颤颤巍巍的，似乎被我这一举动吓到了。陈家斌更是直接将我的手掰扯离开。你想干什么？还嫌我妈被你害得不够吗？妈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带着小小去睡了，晚安。我也没在意他们的想法，丢下这句话直接走。在关房门的一刹那，我对着他们抬眼一笑，深藏功与名。张小雅，你给我起来，都几点了，还不起来做早饭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噼里啪啦的敲门声震碎了我的梦，我不紧不慢地开了门，完全不顾李翠兰难看的脸色，径直走到厨房里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张小雅，你是不是以为嘉宾去上班了，家里就没人治得了你了？想翻天不成？我边走李翠兰就边跟着，地块被踩得嘎吱嘎吱响。婆婆，你与其在这边指着我骂，还不如出去看看公公在干嘛。听说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最近和他走得很近哦。李翠兰听到这句话后，立马不出声了，磨着牙就要往外走。我就知道那个王兰芳不是个好东西，净勾引人家老公。看我不去打死那个贱胚子，公公不仅是个大男子主义，还是个花心胚子。只是前世的我，在知道这些事情后，为了家庭的和睦，还选择帮他一块隐瞒。现在我可不惯着他们，最好闹个翻天覆地。李翠兰现在的身体总不会吃亏。亲眼看着李翠兰出门后，我偷偷溜进他们房间里，在床头翻找半天，将一袋小雨衣直接替换成我昨天新鲜包装的漏洞款。100%生子率的前提也得顺从大自然的规律呀。当夜，我趁着陈家斌和小小睡着，轻踩着蹲在李翠兰的房门口，侧耳倾听。听到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才缓缓吁出一口气。成了。此后数日，我每天拍摄短视频记录我的做菜日常。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，短视频行业将兴旺发展。我唯一的特长就是做的一手好菜。某一天，就在我照例拍摄，婆婆照常夹枪带棒，拿着我们家嘉宾的钱，整天弄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果然不挣钱，不知道挣钱的难，家里迟早给你败光。那你就不要吃，我看每次你吃的比谁都多。我可不傻，现在又没离婚，就当陈家斌是个为我赚钱的提款机不好吗？你，哦，李翠兰刚想骂，整个人忽然反呕起来，我的眼睛一瞬间就亮了起来，立马将手机拍摄关闭。婆婆，你怎么样了？事情的原因我比谁都清楚，但顾及公公在场，还是得装模作样。一定是吃了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把我的肠胃吃坏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快我送去医院！哦，李翠兰这时候还不忘扯上我。公公这时候也从客厅跑了过来，搀扶着李翠兰，瞪了我一眼。还愣着干嘛？不知道叫辆车吗？陈家斌赶到医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让你在家是好好照顾爸妈的，你可倒好，瞎弄吃的，把妈肠胃炎都弄出来了。你知不知道请一次假要扣我多少钱？我装作无辜的样子，医生说妈，这不是肠胃炎，现在在做别的检查，就在不久前，在排除肠胃炎以后。我故意将李翠兰引导到妇科，骗她说妇科疾病也可能引起呕吐。她一向惜命，医生在检查内分泌的时候，顺带检查了孕酮。你妈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陈家斌刚想继续说我，就看见李翠兰从诊室里走了出来。李翠兰的脸色有些奇怪，连带着公公也是喜忧交加。嘉宾啊！李翠兰欲言又止，陈家斌顿时急了：“妈，
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你妈她怀孕了。公公很直接的就说了出来。什么？陈家斌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似乎很不能接受。你们，哎，真是的，那医生怎么说？妈，年纪这么大了，做流产手术安全吗？陈家斌在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就问出了这番话，丝毫没注意到李翠兰两人纠结不舍的神色。家斌，妈是想把孩子留下来，等我100年以后，你们兄弟也能有个照应，你说是吧？李翠兰满脸殷切地看着陈家斌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现在多大年纪了？生一个比小小还小的孩子像什么样子？说出去多丢人。陈家斌一向听他妈的，但涉及他自己的面子问题，亲妈都得站一旁。我故意走上前，家斌，你这就过分了。以前你不也常和我说多子多福吗？婆婆现在有了孩子，你有了亲弟弟，这也是在为你们陈家开枝散叶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呢？这可是一条生命啊！李翠兰听闻这话，在看我时，眼神不要太温柔。小雅说得对，妈就生了你一个孩子，以后等我老了，你弟也长大了，到时候你也不用一个人这么累，你弟也可以帮你分担点，你说是吧？在我和李翠兰左一句右一句的劝说中，陈家斌沦陷了。行行行，妈你开心就好，很好，一步退步不退。陈家斌，你的好日子来了。小雅，我要吃水果。小雅，过来把地拖一下。小雅，晚上弄点老母鸡汤补补。一回到家，李翠兰就开始做个不停，肚子明明还算扁平，却非得装作挺起。家里的男人一个一个的都向着她，没听见你妈说的吗？还不赶快去做？明明告诉自己不生气了，但这种差别待遇实在让我恼火。当初他们陈家在我怀孕的时候，可并没有让我少干一点活。既然李翠兰做得了那恶婆婆，我张小雅也能当一次恶媳妇。你们以为是我不想做吗？之前我在医院里问了医生，说妈年纪大了，到时候怀孕生孩子容易难产，所以现在就要多动动，到时候生孩子才能顺顺利利的。我的话一说出口，这两个没有主见的男人就开始劝导李翠兰，医生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可得多动动，到时候生孩子危险怎么办？李翠兰一脸的不情愿，我自己的身体还不知道吗？何况我年纪这么大了，万一动来动去的摔了撞了，现在的医生真是一点常识都不懂。婆婆，你这可就耍脾气了。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，你不经常和我说，怀了孕就要多动动，说你当初生嘉宾的时候，怀胎7、8个月还在外面工作呢。你看小小多健康，嘉宾多健康，电视里那些少奶奶为什么难产？就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的。我一字一句将曾经李翠兰和我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过去。张小雅，我看你是想偷懒吧？哎呦，可怜我年纪这么大了，挺着个肚子还要给你干活。李翠兰不是个傻子，显然明白过来了，哭天喊地的。我抬手掩面，一副伤心的模样。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也是转述医生的话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生孩子多危险呐！嘉宾，我现在想想，你说的对，婆婆这孩子来得太晚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，可怎么办呢？停，我动还不成吗？李翠兰立马打断了我，她也注意到陈家斌有些异动的神色。婆婆，这边桌子麻烦你擦一下，正好锻炼一下你的肩部力量，到时候你也容易支撑。婆婆，洗衣机的衣服麻烦你晒一下，上起下蹲也能锻炼你的腹部力量，到时候生产起来更有力。李翠兰就跟一个陀螺一样，从这忙到那，等她坐下来的时候，早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就在她实在忍不住要说话时，
我抢先一步：“公公、嘉宾，你们看，妈现在脸色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？看起来红润有光泽。放你的狗屁！我这明明是累的。”显然，她略泛潮红的脸颊并不能表现出她的疲惫。再一次膜拜健康服，李翠兰只能在两男人满意的目光中，硬生生咽下了其他未尽之语。几个月过去，我的短视频渐渐收获了一群小粉丝，我也有了少量的收入，但这一切都被我隐藏了起来。当然，李翠兰也没有时间来管我。这段时间里，她孕吐反应严重，每天还要被我监督着干活，一有不如意，我就会打小报告，整得她苦不堪言。每当她要说几句抱怨的话，我都会不痛不痒地回击过去：“婆婆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哪家女人不生孩子，也没人像你这么娇气。我那时候怀小小的时候，多累多辛苦，不都坚持下来了？哪像你天天叫，家里的男人回来看到的都是李翠兰那张白里透红的脸，自然选择性忽略她所说的我虐待她的事情。临产的那天，我坐在产房外，听着李翠兰痛苦的嚎叫声，心里说不出的爽。痛吧，以后还会痛。随着医生推出产妇，我看着系统的能量格一下跳到了31%。李翠兰在家坐月子的时候，本还想把她儿子扔给我带，我轻飘飘甩过去：“妈，我带可以，到时候小叔子出什么事情，你可别怪我。”此话一出，她抱孩子的手缩得比兔子还快，嘴里还不停地念着：“不是亲生的，就是不靠谱。啊，小小还是你亲生孙女，当初也没见你把次尿。”李翠兰虽然有了健康服的帮助，但是她年纪毕竟上来了，整宿整宿的熬夜带孩子，免不了也有打瞌睡的时候。公公和陈家斌不止一次被孩子半夜啼哭吵醒，每当那时，他们总会不耐烦地去指责李翠兰：“孩子哭了，你就不知道哄哄，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了，女人家家的真是没用。妈，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你就不能让弟弟别哭了吗？”两人的话明显刺激到了李翠兰，她苍老的面容上闪现出激烈的委屈：“你们不知道养个孩子多累吗？我都多少天没睡觉了。”陈家斌打着哈欠，不在意地说道：“当初也没见小雅像你这么抱怨。妈，你就别做了。李翠兰是谁？她一向吃不了亏。”在听完陈家斌的这番话以后，顿时哭天喊地起来，直到陈家斌道了歉，他才罢休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我怕李翠兰对生孩子有了抵触，在她刚出月子没多久，我迫不及待告诉了她一个惊天消息：婆婆、公公和隔壁小区的王阿姨天天搂在一起跳舞，据说还去她家里过夜呢。李翠兰这段时间带孩子，把自己收拾得乱七八糟的。公公早就和她分房睡了，有时候确实会偷偷溜出去。好啊，我就说有时候能从他身上闻到一些味道，原来是狐狸精的骚臭味。看我不过去打死他们！李翠兰闻言就要出门，被我拦下。婆婆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打扮，要是我是公公，我也嫌弃你。要我说，你现在就应该好好打扮一下，约公公出去吃个饭，喝个酒，两人感情才能极限升温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可不能生气，可不能便宜了那个狐狸精。婆婆，你想通就好，小叔子你就放在家里，我今天肯定认认真真帮你带。我这针强力针明显打对了。婆婆收拾好自己后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门了。当天夜里，老两口你侬我侬相伴而归，李翠兰的脸上更是娇羞无比。她刚想上前接过孩子，我一个俯身侧耳：“婆婆，得再接再厉，今晚和公公好好聊聊，孩子我今晚也一并帮你带了。”
李翠兰给了我一个你很给力的眼神，拉着公公进了房。又在某一天早晨，李翠兰再次出现孕吐反应。这次陈家斌说什么都不同意她生下来了。妈，这次你必须打掉。没等李翠兰说话，我就接了过去。婆婆，嘉宾说的对，这孩子可不能生下来，到时候我们可不帮你带的。这是你自己的孩子，别想扯到我和嘉宾身上。如果说重生这么久以来，我学会的是什么，那就是揣摩李翠兰的心理。李翠兰一向觉得自己才是家里的王，儿子嘉宾是顶顶孝顺的。我这话一出，就显得他失去了地位。原本还打算打掉孩子的他，立马换了一种说辞：老娘还没老，就被嫌弃了。你们夫妻俩真的是恶毒，这是你们弟弟啊，你们怎么舍得打掉的？嘉宾，我那时候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，你才能过现在这么好的日子。你弟弟还在我肚子里，他凭什么就不能看看这世界？李翠兰一如既往发挥着她的胡搅蛮缠，她这次却忽略掉了陈家斌脸上的不耐烦。妈，我现在一个人要养整个家，我也很累的。你和爸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3000块，现在养个孩子不像以前了，养的都金贵。陈家斌一改以前的生个孩子随便养养，又不要多少钱。是啊，婆婆，以后我和嘉宾还是要生孩子。你不是经常催着我生2胎吗？到时候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哪里有钱呀？我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，李翠兰直接指着鼻子就骂：你就是个只会生赔钱货的胚子！等你生儿子，我们嘉宾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要我说，嘉宾，妈这胎生出来，直接给你当儿子，以后也孝顺你的。李翠兰的三观一向炸裂，却没想到这么炸裂。妈，你这是在说什么胡话呢？我不同意，你不同意，我就带着孩子从楼上跳下去，省得给你添麻烦。李翠兰说着，就快步跑到窗户边，挣扎着要跳楼。陈家斌最终也没争过李翠兰，只能咬咬牙妥协了。哎呦，这吐得我真难受。张小雅，你快给我拿点梅子过来。李翠兰这一次的孕吐较之上次更为明显。妈，你就别拆石小雅了，这孩子是你自己要留下的，是苦是累你自己撑着。陈家斌一番话使李翠兰一下子愣了。我弯眉一笑，陈家斌显然是把我之前说的话都听进去了。这母慈子孝在现实面前也不堪一击嘛。我无非就说一些你弟弟以后是不是都要我们养他们，以后都要我们接送吗？他们以后结婚，我们不会还要帮着出彩礼钱吧？诸如此类的话，就让陈家斌对李翠兰改变了态度。李翠兰也知道这次是自己理亏，只能默默无言。公公则是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叔叔在那边哄着，听到这番话，也选择性忽视了。李翠兰这一胎怀得比之前更辛苦，之前陈家斌偶尔下班也会帮她一起做家务，公公适当性也会抽出时间扔垃圾。现在一个假装看不见，一个忙着带孩子，所有的时候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他每想差事我都会以嘉宾让我不要帮你为由拒绝。日子就这样到了她再次生产的那天，陪她生产的只有我一人，依旧是痛苦的私教和前进一步的能量格。叮咚，系统1111为您服务，快速和系统1111交接好，叮嘱他千万不要在李翠兰面前显示出来，默默发展就可以。没了系统的显示屏幕后，我只觉得一阵轻松，终于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离婚。我不由得又想到了工具人李翠兰，看来还是得从她着手。我花了点钱造假了一张 B 超单子，在李翠兰快要醒过来的时候，打起了电话。云云呐，我和你说个好消息，
我怀孕了。是啊，我们家嘉宾肯定得开心死。现在你是没看到我们家嘉宾对李翠兰这死老太婆的态度。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保证把他们赶出来。是啊，以后让他们俩自己养孩子去，我们可没义务帮他们养。离婚，那时候我骗那死老太婆的。我现在在家多舒服呀，鬼才要离婚呢。张小雅，你个烂了心肠的女人，我回去就让我们嘉宾和你离婚。李翠兰虚弱愤怒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，她哭着喊着闹着让护士拨通了陈嘉宾的电话。陈嘉宾带着公公上气不接下气赶了过来。妈，怎么了？陈嘉宾现在虽然说有些不耐烦李翠兰，但本质还是关心他母亲的。嘉宾，你给我和张小雅离婚。这个烂心肠的女人说以后让你将我和你爸赶出去。妈，小雅不会这样的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陈嘉宾之前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情，结果还是李翠兰在胡搅蛮缠，顿时失了耐心。你必须和张小雅离婚，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。这句话一说出，陈嘉宾顿时变了脸。一次威胁就算了，又来这一出，他冷冷地吐出：“那你就去死吧！”李翠兰哭喊着的声音卡在嗓子眼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，李翠兰一个激动，整个人晕了过去。老婆子！公公急忙奔了上去，接下来一阵兵荒马乱。我装作慌乱的样子，强忍着恶心，拉住陈嘉宾的手。嘉宾，你看妈这样子，我们要不先假装离婚，不然我怕她出事，再怎么样，她也是你妈。陈嘉宾盯着我，张小雅，你别给我搞什么花头，离婚，想都别想。李翠兰是个傻子。陈嘉宾还算有点脑子，我慢慢掏出 B 超单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现在肚子里可是有了你的孩子。陈嘉宾拿过 B 超单，再三看了好几眼。我不耐烦地在心里白了好几眼，花了好几百 P 的，能让你看出来，人家都可以倒闭了。你想啊，我不假装离婚，你妈知道我怀孕了，万一对我下手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你儿子不就没了？陈嘉宾沉思片刻，又看了眼床上的李翠兰，这才点点头，同意了。李翠兰醒来的时候，就收到了我和陈嘉宾要离婚的消息，眼神里的得意藏都藏不住。张小雅，你这个贱人，离婚你就带着你那个赔钱货女儿一起滚出去，居然还想把老娘赶出去。现在滚出去的是你。我委委屈屈的样子全被陈嘉宾看在眼里，也许是担心我肚子的孩子，陈嘉宾第二天就带着我去了民政局。分别的时候，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肚子里的孩子，等之后孩子出来了，他再和我复婚。自从离婚后，我的事业简直可以说是起飞，随着账号的出名，我赚的钱也愈来愈多。期间，我也收到过很多次陈嘉宾的电话，但都被我直接拒绝。我爸妈也来过电话，听到我离婚后，更是破口大骂，我都一一忽略，因为有了流量，我也被邀请加入到了一个短视频公司，也攒下首付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带着小小一起搬了进去。某天，就在我浏览评论区的时候，一个评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这个张小雅是个抛夫弃子的恶女人。这条评论的点赞迅速飙升，很快就排在了第一。下面很多粉丝都不可置信的评论：“真的吗？”我点进去那个评论的账号，里面居然放着我和陈嘉宾以前的结婚照。有一条最新更新的视频，就是李翠兰和陈嘉宾各自手里抱着一个孩子，文案正是宝宝也在期待妈妈回来。我顿时气笑了，这李翠兰和陈嘉宾果然阴魂不散，他们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
很快那条视频下就出现了我小号的评论：我是他们邻居，这孩子不是他妈妈自己生的吗？难道孩子是他和他妈的？真是不可思议！互联网的消息一向速度。很快，短视频平台 Top 搜索记录名为“我与妈妈不得不说的秘密”，陈嘉宾火了，李翠兰火了，越来越多邻居出面证明，说我与陈嘉宾前不久就离了婚，李翠兰也在前段时间刚生了孩子。李翠兰的视频下面尽是一些让人看了都面红耳赤的评论，真是儿子的好妈妈，兄弟真有你的，你爸呢？很快，陈嘉宾和李翠兰的信息也都在网上被扒了出来。虽然现在互联网不像几年后那么发达，但八卦人的热情之火可以战胜一切。1个小时不到，视频就消失了，他的账号也注销掉了。但这世纪之恋却广为流传，一切舆论来得快，消失的也快。我的评论下全是心疼我的暖心评论，我账号的粉丝数量更是蹭往上升。李翠兰和陈嘉宾这2个蠢蛋真以为随便说2句话就能糊弄人，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们估计也没想到互联网的力量会有这么大吧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陈嘉宾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陌生号码，我一接通就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：张小雅，你给我立刻马上解释，这孩子是我爸和我妈生的，再然后你现在就给我复婚，你也不想你肚子里的孩子没爹吧？我正幸灾乐祸呢，笑声都没控制住就回了过去。陈嘉宾，你脸可真大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么多天我们哪次一起睡过？哦，不对，就之前我进了一次你的房门，你不会就以为是那次吧？张小雅，你个婊子，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！不好意思，那 B 超单子 P 的可能太好了，孩子呢？都是假的。说完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再后来，我每天都会刷视频，一些热心网友天天会拍一些李翠兰和陈嘉宾的视频发布到网上。看评论说，陈嘉宾因为这一次网络舆论，闹得公司都直接开除他了，理由是影响公司形象，哪怕他说破天，公司也没有继续录用他。李翠兰刚开始还会和拍她视频的人骂架，到后来人越来越多，包括周围的邻居都对她指指点点。她除了早上买菜，其余时间也都待在家里不出来了。据知情人士报道，李翠兰很神奇的又怀了一胎，以至于陈嘉宾爸爸每次出门买菜都被人夸赞老当益壮。我不得不赞叹起系统1111的能力来。陈嘉宾后来不知道又从哪里知道的消息，找到了我的公司，我都没说废话，直接报警，警察将他抓了进去，关了几天。反复之下，他后来也不敢再过来了。我父母在知道我成功后，更是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我回家参加聚会。考虑到小小的户口当初临时迁到了娘家，现在因为工作的变动，未来可能要到其他城市，我还是回了家。当我卷着一头大波浪，化着淡妆，穿着时尚靓丽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亲戚们都围了上来。小雅，现在发达了，穿的真是好看呀。小雅，你们那个什么公司还缺人不？你表妹现在大学毕业了，能进来工作吗？要我说呀，咱们亲戚里面就属小雅厉害。我打小就看她聪明，一波的糖衣炮弹朝我袭来，我爸笑眯眯的回应：我们家小雅一直都聪明，这一点像我。我妈就连在厨房里都是乐呵呵的，饭桌上世态炎凉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我象征性的应付了几句。饭后，我妈带着几个姑姑大姨拼命给我介绍新对象。女人啊，总不能单身一辈子，你赚再多钱，
老了得有个老伴，我都打着马虎眼糊弄过去了。一味的争执并不能解决问题，人活在世上，还是得学会变通。车子慢慢行驶，行驶到了一个我又陌生又熟悉的地方，才到楼下，我就看到2男1女推着2辆婴儿车，女人的肚子微耸着，一幅温馨祥和的景象。我只觉得有些熟悉，拿起手机放大看，竟是陈家斌一家。我轻轻按下窗户，车稍许往前，隐隐约约听到陈家斌斥责李翠兰的声音：“妈，你能不能和爸爸要点脸？年纪都这么大，一个一个的怀，一个一个的生，你是不是想把我逼死？”李翠兰委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呀，我和你爸明明都做好了安全措施，谁知道怎么又怀孕了，还打不掉，真是中了邪。够了，快点上去，人家车还要走呢，你们不觉得丢人？我还觉得丢人。”陈家斌听到他爸的提醒，下意识就看了过来，在看到我的瞬间，眼睛揉了好几下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早就开着车远去了。我看着后视镜里奔跑而来又渐渐远去的身影，在落日的余晖下显得格外渺小。我猛地收回目光，耳畔突然响起系统清脆的提示音：“恭喜张小雅重生成功。我们的宗旨是，女人的价值绝不在于生育。是啊，女性从来都不是生育的机器。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